各位朋友，忍无可忍，无需再忍，中国现在不打算忍了啊！色字只是头上一把小刀，忍字可是心头上的一把大刀啊！8月12号，南华早報刊登了一篇報道，重新聚焦了一起已生效的司法判決。報道稱呢，在上海海事法院審起的一起案例中，一家新加坡的船務公司因為害怕美國制裁，拒絕向一家香港公司交付貨物，最終被判賠償499萬餘元以及利息。這起案件呢，發生在2022年，但是判決卻在2026年2月份作出，6月份被最高法列為全國海事審判的典型案例。最高法的評語是，首例明確確立了反外國制裁法強制適用的司法判決，判的是舊案，但是釋放的卻是新信號啊！美國的制裁清單再也不能當成外國企業在中國違約的免責金牌了。這個事兒是2022年的10月，一家香港的公司呢，委託了一家新加坡的船務公司，將一批價值499萬元的電子產品從上海港運往巴拿馬。貨物裝船出運以後呢，新加坡承運商以托運人被美國列入制裁清單為由，拒絕簽發提單。船到了目的港也不交貨。上海海事法院發出海事強制令以後，承運商雖然簽了提單，卻擅自將貨物退回上海。香港公司起訴上海海事法院，判決承運商構成根本的違約，賠償了499萬餘元及其利息，駁回其全部的反訴。判決依據是反外國制裁法的第12條。最高法在典型案例評述中明確，該案是首例明確確立反外國制裁法強制適用的司法判決。這個判決真正的分量是在一個法律技術點上，法院認定反外國制裁法第12條是直接適用的法。說白了就是不管這份運輸合同原本約定的適用哪國的法律，裡面有沒有寫因制裁免責的條款，中國這條強制性的規定都會強行介入，把那些免責約定一腳踢開，這從根上斷掉了外企拿合同自由當擋箭牌的念想。不是法院跟你商量，是這條法律管定了。簡單的說，承運商的想法是你被美國制裁了，我怕被牽連，所以不給你運了。聽起來似乎有理，但承運商忘了一件事，合同是在中國簽的，貨物從中國出發，受損害的是中國企業，他面對的不是美國的法律問題，而是中國的合同問題。法院的判決說得很清楚，承運人以外國的單邊制裁為由，拒絕履行運輸義務，擅自退運貨物，構成了根本違約。外國的單邊制裁不能夠成為中國法庭上免責的理由。過去呢，不少跨國企業默認只要搬出美國制裁這個理由，哪怕合同違約，在中國打官司也能得到諒解。可從這份判例開始，就直接推翻了這種慣性的認知。以後凡在中國管轄範圍內的商事合同，外國的單邊制裁不再是企業逃避履約義務的擋箭牌。這個判決一出，就被一些別有用心的外國媒體刻意曲解為中國用反外國制裁法制裁了新加坡。這個說法呢，當然不準確。中方法院判的是一家新加坡企業的違約行為，跟所謂的中國制裁新加坡搭不上關係。反外國制裁法不是一部對外制裁的法條，而是一部阻斷外部制裁向中国境內傳導的法條。法院沒有宣布美國制裁在全球失效，它只是告訴所有的在中國做生意的外国企業，美國的制裁清單不能自动成為你在中國法庭上免責的理由。這份判決之前，很多跨国企業奉行一套兩頭游走的策略，嘴上說不在大國之間選邊站，實際行動上卻以害怕美國制裁為由，主動迎合美方的單邊措施，不惜損害中國合作方的合法權益，還覺得自己不用承擔任何代價。現在起，上海海事法院的判決已經把這條路堵死了。這份判決亦或是反外國制裁法都不會逼迫企業公開對抗美國，而是畫出了一條清晰的底線。
企業可以評估自身的海外風險，它不能把這種風險轉嫁到中國合作方頭上。商業風險該企業自己權衡，而不是靠撕毀和中方的合同來避險。回顧一下新加坡承運商拒運一事，發生在2022年，當時是拜登政府時期，而真正讓这個判決在2026年重新引起關注的原因是川普政府新一輪的極限施壓。2025年的2月，川普簽證行政令恢復對伊朗的最大經濟壓力的政策。2026年4月，美國財政部為掐斷伊朗石油的外銷渠道，把制裁的矛頭對準了中國的恆力石化子公司以及全球約40家航運企業與船只。刺激制裁的打擊範圍明顯擴大。於今年5月22號的時候，中國商務部發布了阻斷禁令，要求國內的實體對美國的相關制裁不得承認、不得執行、不得遵守。緊接着，上海海事法院的生效判決和最高法的典型案例發布，完成了從行政阻斷到司法阻斷的整套的一個閉環。美國財政部氣勢洶洶地公開警告，任何協助相關石油運輸的個人或船舶都可能面臨美國制裁。但與此同時，中國也借此亮明底線，在中國司法管轄的範圍內，美國的單邊制裁無權推翻合法的商業合同義務。如今的中美博弈早已不局限於關稅壁壘和技術封鎖，已經升級到跨境規則話語權的較量。美國長期將本國國內的國內法包裝成全球準則，肆意實施長臂管轄，而中國的應對思路清晰克制，不主動对外對抗，但必須守住本國企業的利益。這就倒逼着所有的在華經營的外國企業，你必須得做選擇題，是盲從美國的制裁，背棄商業的契約，承擔中國法律的追責履約，還是尊重中國的司法正常履約，守住自身的商業信譽，到底選哪一個？在此之前，中國的阻斷規則更多停留在行政文件的層面。這次判決的落地，意味着企業要面對現實的民事賠償的後果，而不再是一紙政策的提醒。行政禁令劃定了司法紅線，司法判例敲定了追責的後果，雙管齊下，大幅抬高了外國企業盲從美国的單邊制裁，隨意撕毀在華合同的代價與風險。在中國的地盤上做生意，你就得按照中國的規矩來。從國際法的角度看，美國的制裁存在着明顯的法律缺陷。第一，美國可以依法約束美國人、美國境內資產和經過美國金融体系的交易，但無權把美國的国內法自動变成第三國企業必須得服從的世界法。第二，二級的制裁針對的是非美國企業在第三國進行的交易，即使沒有美國人、美國領土或美國財產的參與，也可能因為不配合美國的外交政策而被趕出美國市場。歐盟早在1996年的阻斷條例中就明確認定，第三國法律這種域外的適用違反國際法。第三，沒有聯合國安理會的授權，單邊制裁不能產生普遍的約束力。聯合國憲章第7章允許安理會決定經濟制裁，但川普政府的制裁引用的是總統行政令，不是安理會的決議。這次上海海事法院的判決沒有讓美國的制裁從世界上消失，但他用一份生效的判決寫下了一條清晰的邊界。美國法可以管住美國，但不能天然的充當世界法。在中國的地盤上做生意，就得按中國的規矩來，而不是按照美国的霸權規則。這就引出了一個最扎心的問題：美國的這套制裁在國際規則裡根本站不住腳，可幾十年來它偏偏唬住了全球企業。原因只有一個，法律上它是虛的，但美元是實的。企業怕的不是美國的那幾張行政令，怕的是被踢出結算系統，怕進不了美國的市场。所以中國這個判決是對抗的，其實不是美國的法律條文，而是美元背後的那張結算網絡。美國的制裁之所以能在全球範圍內產生威懾力，靠的不是國際法授權，而是美元、美國市場和金融體系。而這套威懾現在正在受到衝擊，龐大的中國市場、完整的產業鏈，加上人民幣跨境結算的推廣，給全球企業提供了另一套現實的選擇，不再只能是圍繞着美國的規則打轉。這也是全球主權國家對抗長臂管轄的一個縮影。
歐盟很早就出台了阻斷條例，但真正走到司法判決層面的實踐並不多。中國的這份判決給全球的被次級制裁裹挾的跨國企業提供了另一套可供參考的法律樣本，打破了美國制裁能夠橫行全球的錯覺。點個訂閱，咱們下期再聊。